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体验？一夜安眠后醒来，身体却像一个彻夜未关机的手机，电量虚耗，依旧感到深层的疲惫，在人群中谈笑风生，内心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抽离与孤独，仿佛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刷了几个小时的手机，放下后只感到头脑空空，心神涣散，仿佛宝贵的生命能量已被无形的掏空。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我们常常将这种状态归咎于身体亚健康或情绪压力。然而，从更深层的能量视角来看，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我们的神散了，更准确地说，我们的生命能量场正被周遭无形的信息病毒所干扰和蚕食。现代物理学早已揭示，万物皆由振动着的能量构成，你我所在的空间、触摸的物件、接收的信息，无一不是能量的聚合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相互交织的能量信息场。每一个存在都在持续不断地向外发射着独特的频率，并与我们自身的精、气、神进行着一场永不停息的隐秘的对话。学会聆听这些讯息，主动选择与什么样的能量共处，并净化我们所在的环境，这或许正是这个时代中我们守护内在光明最重要也最实际的修行。物件并非死物，而是能量的容器。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物品包围的世界，却常常忽略了它们并非静态的摆设。每一件物品，尤其是那些历经岁月或与人长期相伴的物件，都是一个独特的能量记录仪。我们总以为物品就是物品，却忘了万物都在悄悄记录着信息。就像有些旧物拿在手里，明明没什么重量，却让人莫名沉郁。这看不见摸不着的印记，其实是物品承载的能量场。一旦与我们的生命场产生连接，就会在无形中相互影响。可能有人会想，不就是一件二手的东西吗？我拿回来用消毒水擦干净，太阳下暴晒一下不就好了？想这么多是不是太迷信了？这种想法是典型的只知物理，不懂能量。这就像你拿到一盘记录了他人痛苦经历的录音带，你把带子擦得再干净，也无法抹去里面储存的声音。物品承载的能量信息是刻印在它存在本身里的，物理清洁无法触及。不止首饰、衣服，所有被人长期使用过的物品，都在悄悄记录着主人的情绪与状态。就像有些人家的老茶壶，泡出的茶总比新壶温润。有些二手书翻开时，能闻到前主人留下的墨香，字里间的批注带着温度。但事情总有两面，有些旧物，比如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老照片、古董摆件，拿在手里总让人心里发紧。甚至带回家后，家里人开始无端争吵，睡眠质量也下降了。那或许是因为他们曾见证过太多沉重的故事，把前人的焦虑、悲伤、
执念都封存在了材质的纹理里。这根本不是什么心理作用，而是一种真实的能量侵扰。古人说物老成精，倒不是真的有魂魄附在上面，而是物品用得越久，与人的能量交换就越多，就像一块海绵吸满了主人的喜怒哀乐。你把一件充满了怨气、病气、衰气的旧物带回家，就等于请了一位看不见的能量吸血鬼住进了你的生活。他不会跟你说话，却会默默地吸取你的生命力，来滋养他自身携带的负面信息场。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就是一笔能量上的高利贷，你贪图了他物质上的便宜，却要用自己和家人的运势、健康、和睦来偿还那高昂的利息。想起小时候老家有个习俗，给刚出生的孩子做百家被，要挨家挨户去要布片，但绝不会去办过丧事。有重病人的人家，大人们说要沾沾好人家的福气。现在想来，这其实是古人对能量场的朴素认知，他们凭直觉就知道哪些家庭的场是明亮的、温暖的，哪些是沉郁的、耗散的，绝不愿让孩子的生命刚起步就沾染到丝毫晦暗的能量。易经有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们选择让什么样的物品进入自己的生活，就如同在选择与什么样的能量同频共振。这不是玄学，这是宇宙运行的基本法则。而空间不只是物理存在，更是信息的场域。环境是一个更庞大、更复杂的能量生命体。某些空间一踏入便会感到心旷神怡，如沐春风；而另一些地方，即便空无一物，却能在寂静中传递出强烈的信息，干扰甚至攫取你的心神。曾有过这样一段真实的经历，恰好印证了空间对人的影响。一对常年跑长途运输的夫妇，某天夜里将大货车停靠在广袤的戈壁沙漠中过夜。在万籁俱寂的环境里，妻子却无法安眠。她反复被一阵阵清晰的驼铃声和商队行进的嘈杂声惊醒，那声音仿佛就在耳边。然而当她推醒丈夫时，丈夫仔细聆听后却表示窗外寂静无声，什么也听不见。可只要妻子再次尝试入睡，那支并不存在的商队便又开始行军。不堪其扰的夫妇二人决定将车向前开了一段不短的距离后才再次停下。神奇的是，车刚停稳，那诡异的声音便戛然而生，妻子也终于得以安然入睡。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幻听吗？太累了产生的神经衰弱症状。如果你这么想，那就错过了身体给你发出的最宝贵的救命信号。这并非幻听，而是一种精微的感知。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处于放松的睡眠状态时，远比清醒的头脑更为智慧。它就像一台极其灵敏的能量接收器，能捕捉到意识思维无法识别的频率。
黄帝内经中提及，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而出入者谓之魄。我们的魂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着精微的能量交换。那片沙漠或许曾是一条古老的商道，无数行旅的期盼、疲惫与故事，甚至横死路上的怨念，都像墨水一样渗透进了那片空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固化的信息场。这个信息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广播电台，长年累月地播放着同一段悲伤或嘈杂的节目。大多数人神经粗大，像收音机没调准频道，听不见，但有的人天生敏感，他的身体像一台高精度的接收器，一进入那个范围，就自动锁定了那个频道，将那段被时空尘封的声音清晰地接收了进来。当身处一个与你自身能量场严重不合的空间时，无论它是繁华都市中的一隅，还是千年古道的一处，它都可能像一个能量黑洞，悄无声息地扰动，甚至偷走你的清明与安定。你待在里面越久，你的能量就越会被它同化、稀释、消耗。这不是意外，这是物理定律。所以当你走进一个房间，突然感到莫名的压抑、寒冷或者烦躁时，不要用头脑去分析这里装修挺好的，为什么我不舒服？立刻相信你身体的第一感觉，你的身体是你最忠诚的能量哨兵，学会信任它传递给我们的这些信号，是现代人必备的一种生存智慧。3. 信息不只是内容，更是精神的食粮。在数字时代，我们面临的最大能量挑战，或许来自于无形无相却无孔不入的信息能。我们贪婪地吞噬着海量的资讯，以为这是在充实大脑，却不知多数信息正在成为耗散我们神的元凶。有人会辩解，我就是看看新闻，了解一下社会动态，这有什么问题？难道要与世隔绝吗？问题不在于看，而在于怎么看和看什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你消费的每一条信息都是在用你宝贵的心神为它买单。想想看，当你无意识地刷着短视频，一连几个小时过去，收获了什么？除了短暂的视觉刺激和碎片化的知识，更多的是眼睛的干涩、头脑的疲惫与内心的空虚。这就像吃下大量由化学添加剂合成的垃圾食品，它们无法提供真正的营养，只会加重身体能量的代谢负担，留下一堆难以清理的毒素。更甚者是那些充满负面、焦虑、暴力与冲突的新闻与内容。每一次点击，每一次阅读，我们都如同亲自踏入一个混乱的能量场中。这些信息病毒会像真正的电脑病毒一样，侵入并破坏我们内在精神系统的稳定与洁净。你以为你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你的每一次关注都是一次能量上的连接和授权。
允许它的频率进入你的世界。对于网络上特别不好的讯息，不是必须看的，绝不点开，这是一种极高明的能量自我保护，不让污秽的能量信息污染自己内在的神之光。这并非逃避，而是战略性的避火。你明知道那是一个火坑，是一个充满诅咒和戾气的漩涡，你一个普通人凭什么认为自己跳进去还能毫发无伤地爬出来？那是自寻死路。我们的神就像一盏灯，亮的时候能照见方向，带来温暖和希望。可如果总被那些乱七八糟、充满怨恨的信息场干扰，灯就会慢慢变暗，油就会慢慢耗干。就像有些人为了猎奇，总看些恐怖故事、凶杀案分析；有些人为了合群，总去自己不喜欢的聚会，和聊不到一起的人周旋。这些看不见的连接，其实都在悄悄偷走我们的能量，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暗淡、虚弱、易怒。我们的心就像一池清水，投入一块石头一段深度思考，会激起智慧的涟漪；而投入无数沙粒海量碎片信息，只会让整池水变得浑浊不堪，再也映照不出蓝天和明月的样子。4. 恢复本能，像动物一样活出通透与轻盈。那么在这个能量交织的复杂世界里，我们如何才能守护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活出真正的轻松与畅快？答案或许就藏在自然之中。观察一只猫，它进入一个房间，会谨慎地嗅闻、感知，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那个让它感觉最安全、最舒适的角落蜷缩起来。倘若遇见另一只猫，它们不用听对方说话，不用看对方的样子，只靠感觉就知道合不合得来，要不要靠近。它从不分析，仅凭本能就能精准地判断出能量的善恶与是否同频。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本能。小时候看到陌生人，会本能地躲到大人身后，走进一间屋子，会莫名觉得这里很舒服，或者不想再拿到一件东西，心里会隐隐有喜欢或排斥的感觉。这些都是心在帮我们鉴别能量。可后来我们慢慢学会了用头脑的理性分析来压制身体的本能感知。这个人很有钱，要好好相处，这件东西很便宜，买了不吃亏，这个地方名气大，再不舒服也要多待一会儿。我们用一堆外在的标签和逻辑，亲手关闭了内在最精微、最准确的雷达，反而把最珍贵的感知力弄丢了。我们的心在接触一些东西后，是更宁静安心的，还是反之，都需要我们用心的鉴别。现在我们的心里堆了太多东西，别人的评价、世俗的标准、对未来的焦虑，就像一个许久不打扫的房间里堆满了杂物，连阳光都照不进来，自然没法清晰地感知到能量的流动和品质。想要唤醒本能，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空，把那些不重要的念头、没必要的连接、
不属于你的能量信息一点点从心里挪出去。灵性成长的核心并非学习多么高深的理论，而是重新唤醒这份对能量的精微觉知力，回归到动物般的纯粹与直接。在此分享2个简单易行的能量净化小练习。空间焚香静心法，定期在家中点燃一支品质好的天然沉香或檀香，香烟袅袅中，闭上眼睛，观想它不仅净化空气中的杂质，更如同一道温暖的光，温柔地洗涤整个空间的能量场，带走所有沉重停滞的信息残留。同时深呼吸，观想着纯净的能量随着香气吸入体内，清理自己的身体与意念，让心神回归安宁。信息断舍离时刻，每天睡前1小时果断关闭所有电子设备，将这段时间视为神圣的能量回收与精神充电时刻。你可以静坐，阅读几页能让你心静的经典，聆听没有歌词的舒缓音乐，或者只是静静地躺着，感受自己的呼吸。你会惊讶地发现，当外在的信息输入停止时，内在的智慧与宁静便会自然浮现。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息的宇宙中，每一次起心动念，每一个选择，都在与更大的能量场共振。真正的修行并非远遁深山，而是带着一份清醒的觉知，在每一个当下为自己创造一个清净、正向、高维的能量环境。从谨慎选择身边的物品，到用心感知所处的空间，再到有意识地筛选摄入的信息，这一切都是一场庄严而深刻的灵性实践。现在我邀请你郑重地在评论区打下我选择清净、守护星光这几个字。这并非一句简单的留言，这是一次对自己内在神圣空间的郑重宣告，一个与宇宙能量同频的校准仪式。你是在向自己的潜意识下达一道清晰的指令。从此刻起，我收回散落在外的所有注意力，我选择关闭所有无意的能量消耗。我将成为自己心头那盏光明最忠诚的守护者。当成千上万颗守护自心的光芒汇聚于此，将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体祝福能量场，反过来加持每一个发出这份神圣意愿的你。前面我们反复提到要守护神，防止能量耗散。那么我们身体里的能量，或者说神，到底由什么构成？它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可以被感知的，由不同部分组成的生命力系统。简单来说，至少有6种核心能量在支撑着我们的生命。1、元气根基能量，这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先天之精，如同我们生命账户里的原始资本，它决定了我们生命力的基本盘，是健康和寿命的根基。元气只能省着用，过度消耗，比如长期熬夜、纵欲，就是在透支这份最宝贵的本钱。2、骨气食物能量，这是我们通过饮食转化而来的能量，
是我们日常活动的燃料。吃清净有生机的食物，就是在为身体加高品质的油；反之，吃垃圾食品，就是在给精密的人体引擎灌入杂质和劣质油，短期能跑，长期必然损坏。3. 氢气呼吸能量，这是我们从自然界中吸入的清净之气，呼吸的深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我们的心神状态。短促的胸式呼吸对应着焦虑和紧张，而深长缓慢的腹式呼吸则能迅速让我们回归平静，连接宇宙能量。4. 神气心念能量，这是由我们的心念、情绪和意识状态产生的能量。一个念头清净、内心慈悲的人，他的神气就是明亮、祥和的；一个充满怨恨、嫉妒、焦虑的人，他的神气则是浑浊、纠结、内耗的。这是所有能量中最关键的总指挥。5. 睡气修复能量，睡眠是身体进行自我修复、清理垃圾、补充能量的黄金时间。高质量的睡眠胜过任何补品。失眠或睡眠质量差，等于让身体的修复工厂停工，日积月累，百病丛生。6. 德气福报能量，这是最精微但却最强大的一种能量，它来自于我们的善行、善念，来自于利益他人、服务众生的发心。当你的行为符合宇宙大道，充满了爱与慈悲，宇宙便会回馈给你源源不断的德气。这份能量是真正的护身符，能化解灾厄，转化命运。所谓修行，其实就是经营和提升以上这6种能量。当你懂得如何开源节流，如何守护和滋养它们时，你的生命状态自然会变得饱满、光明、通透。知道了能量的构成，我们不仅要学会防漏，更要学会主动充电、养神。有3个极其重要却又常常被忽略的窍诀。1. 养眼是养神的第一步。中医说肝开窍于目，神的光华会通过眼睛流露出来。同样，外界的能量信息也主要通过眼睛进入我们的系统。阴符经讲，即在目，眼睛是我们能量交换最频繁的端口。有人会问，我工作就是要整天对着电脑和手机，怎么办？关键在于有意识的断开。每工作40分钟，就强制自己闭上眼睛休息5分钟，或者望向远方的绿色植物。你闭上眼睛的瞬间，就是在切断能量的持续流失。更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选择你看的东西，多看山川、河流、星空，美好的艺术品，善良的笑容，这些都是在用高频能量洗涤你的眼睛，滋养你的心神。少看那些刺激、暴力、丑陋、充满纷争的画面，那是在用精神毒药喂养你的灵魂。而氧气是安神的定海神针，情绪激动时，
人为什么会气得发抖？因为心乱了，气就乱了。反过来，只要把气调顺了，心自然就平了。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深长呼吸，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腰背挺直，轻轻闭上眼，用鼻子深深的、缓慢的吸气，感觉气息沉入小腹，腹部微微隆起，心里默数1、2、3、4，然后停住呼吸1-2秒，再用鼻子或嘴巴更缓慢地呼气，感觉腹部向内收缩，把所有浊气、烦恼都呼出去。心里默数1、2、3、4、5、6，如此循环10次。这个过程不仅是交换氧气，更是在用呼吸这个缰绳，把奔逸不羁的心念拉回来，让它安定在当下。气顺了，血脉就通畅心安了，神就归位了。养德是聚神的终极法宝。为什么善良的人往往看起来气定神闲，眼神明亮？因为他们的能量场是聚合的，而不是耗散的。一个自私自利，总在算计别人的人，他的心念是收缩、紧张的，能量在内部不断摩擦、消耗。而一个无私、乐于助人的人，他的心是打开的、流动的。当他发出一个善念，帮助一个人，就相当于和宇宙的正面能量场进行了一次连接，宇宙的能量会通过他流向被帮助者，同时也会加持他自己。这叫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你付出的善意越多，你的能量管道就越通畅，能汇聚的宇宙能量就越多。所以积德行善不是什么道德说教，而是最高效、最根本的能量增长术。它能为你积累最深厚的德气福报能量。这份能量是你穿越人生风雨最坚实的铠甲。在追求能量提升的路上，有一个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就是把情绪的亢奋误当成能量的饱满。很多人会觉得，我参加一场狂热的音乐会，跟着大家一起呐喊，感觉热血沸腾，能量爆棚。或者我和朋友们 K 歌蹦迪到深夜，感觉自己很有活力。这难道不是高能量吗？大错特错，这叫能量的燃烧，不叫能量的积聚。打个比方，一盏油灯，你把灯芯调到最高，火焰会瞬间变得非常明亮、炽热，但这恰恰是在加速灯油的消耗。那种狂欢带来的亢奋感，就像是燃烧灯油产生的瞬间光焰，它给你的是一种能量被快速支出的假象。当狂欢散去，你感受到的往往是更深层的空虚和疲惫。这就像是喝能量饮料，它只是透支了你未来的精力，让你提前使用，事后你需要加倍的休息才能补回来。真正的高能量状态是什么样的？它不是向外的张扬和喧闹，而是向内的宁静和稳定。
它像一口深井，外表波澜不惊，内里却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甘泉。一个真正高能量的人，他可能是安静的、温和的，但你靠近他，会感到一种如沐春风的安稳和踏实。他的内心非常有力量，能经得起外界的风浪，情绪稳定，不易被激怒，也不易被打倒。所以请务必分清消耗性的快感和滋养性的喜悦，前者依赖于外界的强烈刺激，使漏电；后者源于内在的和平与丰盈，是充电。静坐、阅读、亲近自然，与智者交谈，做一件利益他人的小事，这些看似平淡的活动，才是真正为你的生命电池充电的方式。我们此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成为自己生命能量的善巧管理者，从辨识身边万事万物的能量信息开始，学会避凶，再到主动的去养眼、养气、养德，学会趋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从一个被环境无意识影响的能量受害者，转变为一个能够主动创造和守护自身清净磁场的能量创造者。这便是修行的真谛，不假外求，回归自心，于纷繁尘世中点亮并守护好自己那一盏不灭的心灯。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